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又来到東非的肯尼亞首都內羅畢。一說到非洲，我相信呢，很多沒有出過國的中國人都會想到，非洲啊，那不是貧窮、戰亂、瘟疫、炎熱的地方嗎？其實這只是表象啊。而且非洲這個大陸有50多個國家，每個國家都不太一樣。比如說東非的肯尼亞，它的首都內羅畢就地處高原，海拔大概1750米左右。雖然它在赤道附近，但是全年涼爽，有點像咱們中國雲南那邊雲貴高原，比如說昆明的那個氣候。比如說在這裡啊，現在是8月份，對吧？我所在的公寓啊，都要蓋被子睡覺，因為在肯尼亞這個首都內羅畢，大概白天氣溫24、25度左右，晚上是12度到14度左右，就非常的涼爽。甚至呢，有的稍微涼爽的月份，它的最低氣溫可能會達到10度左右。所以即使白天出去啊上街，你會看見街上有的人穿着羽絨服，有人穿着牛仔褲，有人穿着短褲，但是大部分人都是穿着長衣長褲，就表明啊這裡不是很熱。而且告訴大家，可能不信啊，在全部的內羅畢，只是一些可能超級富豪的別墅裡，它需要那個空調，或者呢是大型的這種商場裡面，普通的居民區根本就不需要空調。像我這個居住這個民宿，它是中國開發商開發的一棟房子，它的管理也是中國式的。這裡面既沒有空調，連個電扇都沒有，並不是說這些很小氣啊，因為確實不需要。那麼朋友們，今天呢，我就想跟大家說一說啊，為什麼大量的中國商人還有中國企業扎堆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呢？我是第2次來肯尼亞，如果說的不對的地方，請在這裡長期扎根肯尼亞的朋友們、同胞們呢，多多包涵啊！肯定我有說的不對的地方。肯尼亞華人絕大多數集中在該國首都內羅畢，其他的有小部分在，比如說沿海那個港口城市叫蒙巴薩，還有內陸的一個地方叫基蘇姆，也就是維多利亞湖邊的一個城市，那個地方海拔比這低，比這熱。其他的都在這首都。注意啊，不是單純政策推動，而是區位樞紐、營商條件、市場紅利、居住條件多重疊加，把內羅畢變成中期的東非總部基地。第一個當然是區位優勢，這裡是東非的門戶跳板，這是最核心原因。內羅畢是東非共同體 EAC 核心樞紐，東非共同體覆蓋這幾個國家：肯尼亞、烏干達、盧旺達、布隆迪、坦桑尼亞、南蘇丹，總共人口有2.5億，而且他們成員國之間關稅減免，貨物經肯尼亞這個港口城市蒙巴薩，然後呢走蒙內標準軌鐵路。蒙內鐵路呢是當年中國可以說是援建的吧，中國技術、中國標準。這個貨物通過這個鐵路運輸，可以直接轉運到烏干達、盧旺達、南蘇丹這些內陸國家，所以呢物流成本大幅下降。很多中國公司並不只做肯尼亞本國生意，把內羅畢設為區域總部，輻射整個東非大陸，不需要每個國家單獨建一套管理團隊。同時，肯尼亞首都內羅畢，這是聯合國環境署、聯合國人居署駐地，大量跨國公司 NGO 把非洲總部設在這裡，國際化配套完善。第二個重要原因，為什麼中企扎堆在這裡啊？當然是制度和語言。在非洲是屬於友好一檔，它沿涉英國法律體系，因為肯尼亞是當年的英國殖民地，它的英語呢是官方通用語言，當然還有斯瓦希里語。做生意、簽合同、招聘管理，語言門檻遠低於很多非洲國家。還有呢，允許外資100%持股，不需要強制本地人合夥。有經濟特區 SEZ， 入住可享受所得稅減免，設備進口免稅。一站式審批。第3點，政局在東非相對穩定，政權選舉交接大體平穩，商業政策連續性較好，金融體系成熟，銀行、外匯體系完整。對比周邊不是戰亂呀，就是政局動盪那些國家，這裡的安全感高得太多了。對比烏干達、南蘇丹，那裡的基礎設施比較差，還有索馬里是戰亂，埃塞俄比亞過去管控很嚴格。而且它有殺豬盤的那個歷史。坦桑尼亞呢，對外資持股有限制，
因此大量企業優先落地內羅畢。第三個非常重要的原因，為什麼中資企業扎堆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？那就是市場機會分層、工程、貿易製造、消費藍海、大型中資工程鏈條、蒙內鐵路、電站、市政改造等“一帶一路”大型項目落地，帶來大批建築、工程機械、電力、通信企業，在這裡有華為、中興等等，外派工程師、管理人員常駐內羅畢，帶動上下游供應鏈企業跟進，建材呀、汽配呀、設備維保啊等等。借有國營的中資企業，那還有民營商人在這裡也是他們的賽道。這裡呢，本地工業薄弱，這也是差不多整個非洲大陸的一個薄弱點。所以大量商品依賴進口，給中國商人巨大空間。比如說做進出口批發的五金、建材、家電、手機配件、日用百貨，從國內義烏啊、廣東進貨，然後批發銷往整個東非。也有本地建廠的，比如說瓷磚、塑料、汽車組裝、紡織，就是為了避開進口關稅，面向本地與周邊國家銷售。還有跨境電商呀、餐飲、華人超市、農業種植、醫療設備等中小生意蓬勃發展。肯尼亞人口非常年輕，70%人口低於30歲，城市化推進正在壯大本地中產，手機、家電、建材消費增長很快。所以在東非，比如說肯尼亞這裡啊，你上街幾乎看不見老人，大部分都是20歲到27、8歲的年輕人。在這裡我專門說說這裡的房地產。我發現啊，有非常多的中國開發商，還有印度的，甚至索馬里的開發商都在這裡。明顯感到，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，到處呢都是高樓大廈、施工地帶。這裡本地普通員工收入比較低，這裡貧富差距特別的大。那誰來買這些新開發樓盤呢？這些都是中高檔的啊，本地人、普通員工根本買不起，真的根本買不起。那買的是誰呢？大部分呢是肯尼亞海外僑民，他們在國外住的可能比較有錢。另外呢，本地的這些富豪呀，還有當官的，還有呢有一些外籍人士，比如說各國大使館的，或者聯合國機構的、NGO 的等等，他們的錢要比本地人當然多得多。還有一些中國人也在這裡投資房地產，因為到目前為止啊，雖然有點過熱，但是呢，總體來說比較平穩。一個是會緩慢升值，另外一個呢，出租目前它的那個回報率也可以，所以綜合起來，最後呢，它的總的回報率還是比較好的。不過還是有點風險。我去年來的時候，其實我有點想買了，但是呢，後來考慮到，因為我沒有常住這裡，物業管理怎麼樣呢？是交給這裡中介打理怎麼樣？所以我當時呢不是特別確定，當時就沒買。加上我手裡的那個現金沒有那麼多，現金流有問題啊。這次過來，我又了解一下這裡的那個房地產，才發現呢已經有些過熱了，比去年還要過熱。也就是說，現在開發出來的，特別是高樓的那個樓盤，暫時要消化那些庫存比較難。如果你現在投資房地產，要稍微謹慎一點在這裡啊。那麼這裡房價到底怎麼樣呢？如果算成平米的話啊，便宜的可能是人民幣4、5千，貴的當然有更高的，1萬多也有。但總體來說，作為一個國家首都，而且這是快速發展的首都，我認為啊，幾千塊人民幣一平米，目前看來我認為不算特別高。如果是長期持有的話，應該是值得投資的。但是呢，大家不要聽我的啊，這是我一家之言。但是一定要特別謹慎啊，投資這房地產，因為投入比如說幾十萬、上百萬甚至幾百萬，但是你要出手的時候，可能一下出不了手。遇到現金流有問題的時候，想變現沒有那麼容易。所以做房地產啊，並不是說你買一件衣服那麼容易啊，所以一定要謹慎。來到了內羅畢的這個中華街，它位於 Kilimani 這個區，這應該是整個肯尼亞最大的這個中國城吧。這個地方叫中華街，你看，全國各地的什麼風味餐廳啊、超市啊，什麼都有在這，各種辦公室啊、律師事務所啊、移民中介等等都在這。
扎堆，所以在這附近生活非常的方便，可以買到各種各樣的水果，還有蔬菜呀、大米呀、麵條啊、各種調料等等都有。我就住在附近，就是因為離中華街非常的近。然後呢，我就一邊拍一邊走到這裡，看看這裡的那個房地產生意怎麼樣，看看這裡的房地產這中介今年禮拜六關門了。你看那裡有柳州的那個螺螄粉都有。然後我就來到這家房屋中介的這前面，恰好旁邊呢站着2位國人，他們在交談，然後我就向他們打聽一下，然後呢我們就交談起来了。房屋出售的，看看。出售有啊，出售出租都有。可能比較貴啊，這裡啊。還好，這個應該貼了好久了吧？啊，這顏色都變了。新房子也才500万，5、6千人民幣1平嘛。啊。新房子現在應該就是5000左右。5000左右。一居室大概是500万对吧？一居室那種。差不多吧。你們来多久了？來這邊？你是22年來的。不对，你是我20年来的。天哪，那麼20多年了。20年。20年，我以為是2000年。有這邊來30多年、40多年的都有。哦。聽說現在這個地方的那個新蓋的房子是過剩了，對吧？目前稍微有一點點吧。稍微有一點。有點過熱。因為蓋的太多了。對對对。你像就是這。Quilimani 這裡啊，就很多。這個公寓樓基本上都是20年之後，就是全部是20年之後起來。而且好像大部分是中國開發商吧，對吧？对，你看這種筒子樓都是中國開發商。我現在住那家也是，原來是中國開發商的，然後管理也是估計。花園是的嗎？沒有 ，Smart Home，就在那邊。那都是那個小套的，然後出租的他們。這邊出租反正還算是可以。你覺得業務還怎麼樣？現在？還行，還不錯。做什麼諮詢、簽證什麼之類的？公司註冊、公司證照和一些。那挺好的啊，這個業務啊。俺這邊就說來的人挺多嘛。對，這邊就是如果自己買房的話，它只是99年租期，對吧？我在網上了解的。永久的呀，永久產權。好像只有99年吧。到了99年之後再可以延，对吧？但法律上是99年，你可以延就。永遠只能簽99年。就相當於當年英國那個跟香港那樣一樣，對吧？哦。其實說實話，你買這個公寓樓的話，99年還不知道它能不能頂住呢，是不是？我這一輩子也活不到那個時候，對吧？對。也許10年之後就出手了呢。是的。對，是。如果有實力的話，在這邊買塊地，自己建個別墅，那是挺不錯的。可以升值，對吧？升值是一方面嘛，另一方面你搞個別墅也舒服呀。確實升值。你像那個這個區的 Quilimani、Kililesho 那邊，對 ，Kililesho 他們說是12年、13年的那個地價，現在大概翻了100倍。哎呦，天哪！即使把地買下來不建，然後呢就出手也發財了。現在所有從那個12年、13年在這邊的人都發了。如果買的話，都比較後悔那個時候。沒買。那個時候那地這個白菜價一樣的。真是白菜價。人家有錢，而且到那時候就是買地。有錢就好，沒錢你沒有地桶金很難。對，是吧？你得啟動了，是不是？是的。不過現在聽說非洲有不少國家有這個機會，還有就是買地然後可以升值的，還有。綜合考慮的話，就是說怎麼樣還是非常不錯的，就是綜合這個經濟啊、政治啊跟社會安全吶，肯定是挺不錯。好像這裡內羅畢它國際組織比較多，對吧？主要不就是聯合國嘛？NGO 這種啊，聯合國的都有。NGO 公司，NGO 的這個設計的公司也挺多。而且包括他们說聯合國還有兩個部門要搬過來嘛。什麼部門？婦女什麼的。去年。是非洲總部還是什麼？就是說，如果是中國的公司過來，可以找你們，然後提供服務，是不是這個意思？對。在這裡落地的服務。對，一整套。哦。
留個聯繫方式可以嗎？好，您是用微信啊？可以嗎？歡迎啊。好，我掃您。第4個，為什麼那麼多中資企業還有中國人扎堆內羅畢的原因，那就是居住生活條件。非洲少見的舒適高原城市，這是非常現實的因素。前面我就說了啊，這裡海拔大概1750米，全年氣候溫和，絕對不用空調，而且蚊子少呀，少於西非，少於中非濕熱地區。比如說我這個民宿，它是沒有那個紗窗的，但是呢，這裡沒有蚊子。還有這裡有大量國際學校，有較好的私立醫院，有成熟的封閉社區，有中餐館、華人超市、華人診所等等，配套齊全哦。家庭可以長期在這裡定居，很多企業願意把家屬接過來常住，而不是短期出差。還有第5個非常重要的原因，為什麼中資企業還有華人扎堆這裡啊？那就是集群效應，越扎堆越吸引新人過來，對不對？早期一批中國人扎根之後，形成完整華人生態，華人商會、中餐館、華人超市、翻譯、本地法務、會計、物流貨代，新來商人可以很快找到渠道幫手，降低初來乍到的風險。新來的外貿老板考察東非，優先落腳內羅畢，看到大量同行，更容易直接落地，進一步推高聚集度。比如說我所在這個地方叫 Kilimani， 還有一個 Westlands， 這2個地方呢是華人商業氛圍非常濃厚的地方。朋友們，前面說到啊，為什麼中企啊，還有中國的商人在這裡扎堆啊？但是也有局限與風險，這是客觀現實。比如說這裡的首都內羅畢，地價、房租、人工已經明顯上漲，就是中企還有大量外籍人員扎堆推高了。還有啊，這裡已經形成了樓市有點過熱，房租呢擠壓本地人收入。與此直接相關，很多工廠已經開始往外遷了啊，遷到衛星城等等。還有呢，第2個風險，那就是匯率波動有點大。比如說2024年的時候，有一段時間呢，先令貶值非常嚴重，貶值了大概30%左右。當時呢，剛剛湊巧是中國過春節之前，所以呢，当时呢，很多華人急需用錢，但當時就是因為這個匯率大幅貶值，所以當時啊，那一年很多老闆呢損失慘重。還有呢，就是大選週期，政策會變動，治安有點風險，稅務監管嚴格，都是中資企業常年面對的挑戰。但相對來說啊，雖然有治安風險，但是與其他鄰國相比，這裡啊，不管是從政策呀，從治安來說，都是相對有保障的，就說比其他東非國家更好。所以簡單總結一下，朋友們，內羅畢扎堆中國人，本質呢作為東非大陸的總部跳板，法律語言友好，物流通達周邊各國，同時呢居住條件宜居，配套完整，適合企業設立區域運營中心，既有大型基建帶動，又有大量民營貿易制造機會，所以呢集群效應持續滾雪球。